好，接下來我們要來持續關心的是這個安氏之亂。這一回大陸使出的這一招叫做釜底抽薪嗎？因為荷蘭是否在這時候恐怕淪為一個空殼的公司了？大陸用什麼樣的方法把荷蘭之重要的頭腦，還有這些重要的一些資產啊、人力等等，全部都帶回中國去了？等一下一起做關心這一招，這個。拉着德國一起來針對荷蘭這招放餌釣魚，是否會讓荷蘭完全的孤立呢？今天都會一起來做關心。好，今天3個火線話題，我們等一下趕快來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。北京這一回是先甜後刀嗎？針對荷蘭針對德國他怎麼做呢？先把晶片給德國來救他的汽車業，然後再反過來跟德國說：好，你拿到了晶片沒有錯，這時候你得站隊了，幫我們一起來施壓荷蘭。這是逼歐洲選邊站的一個精準布局嗎？德國的施壓之下，荷蘭會做讓步嗎？第二件事情，剛剛提到了這個有關於安氏案哦，這個文泰科技現在乾坤大挪移，怎麼做呢？他把在安氏的200名工程師給拉回中國大陸，並且現在說呢，產能可以直升5萬片。那麼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，荷蘭的安氏會被掏空成未來成為一個空殼公司嗎？那麼未來整個生產也都會回到中國大陸來做嗎？這個是第二個我們今天會來做關心的。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，沒有想到這個有關於安氏的這件事情，中美早就談好了，但是歐盟從頭到尾都不知情。有的人說啊，荷蘭根本就是被拿來當做祭旗的，而荷蘭到底現在還有什麼籌碼呢？今天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解讀。好，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安氏的這一場風暴。德國汽車這個零件巨頭，他已經正式的證實了他是歐摩威，他說確實已經拿到了來自於中國大陸安氏晶片出口，已經拿到晶片了。那麼中國商務部就說，好，你拿到晶片了，那接下來你就要幫助我們一起對荷蘭施壓，撤銷荷蘭對於中資晶片製造商的這個接管行動。那麼德國方面目前也說的，好的，我們會繼續的持續加強跟荷蘭的溝通。針對於北京的這個步伐，也就是說讓德國先甜後刀，委員怎麼看？能夠奏效嗎？一定能夠奏效，而且中國商務部啊打了這個，幾乎就是純商業手法，這個太神奇了啊！他禁止他出口。那現在正在製造汽車的全部卡在那邊，為了一個金額不大的晶片，那麼大的汽車出不了廠，你說德國急不急啊？德國上上下下急翻了，而且這個事情跟他無關，可是他在供應鏈的末端，那當然他就當然希望中國可不可以先放他一馬？那中國說好，我先放民用的，軍用的暫時不放，因為。軍用的同樣汽車公司有人做軍用的運兵車、軍用的卡車，還有做一些什麼底盤的一大堆的啊。那先供着大家也沒話講，因為軍用畢竟沒那麼急嘛。民用的車子剛訂單滿天飛，你還沒辦法供貨，這是比較急啊。但是整體來講，這兩個先區隔開來的話，那就很明白啦。你這些汽車公司就單獨去跟荷蘭施壓，那。你不要怪我啊！我不出口原因是他接受我公司啊。我知道荷蘭跟中國的同一個公司2個部門先切割啊，那我保護我的財產啊，對，所以這個做的是對的，那荷蘭就灰頭土臉啦。本來他可能想要討好美國啦，因為美國也沒有正式叫他這麼做，想討好美國，發現說被拋棄了，那自己可能一開始也貪心啦，貪心真的是貪心啦，沒想到貪心哦。這個偷雞不着數了一把米啊，這也好大一把米啊！那德國很生氣，因為德國可以說是荷蘭很重要的經濟命脈，他得罪了德國，我不曉得荷蘭以後怎麼混的哦，所以這個德國一定會給荷蘭強大的政治跟經濟的壓力嘛。那接下來就是你荷蘭哦，內部老百姓抱怨連連，你都快要卸任的過渡時期的內閣，你還搞這種無聊的事啊！而且荷蘭的認知說，你們這幾個官員就是被那個高管安氏的外籍高管給收買，不然你幹這個事幹什麼啊？那現在在當家是安氏的高管，可是現在已經被抽空了。現在所謂工程師回來，但是因為兩邊沒有弄好，這次是派去的，所以工程師回來，荷蘭會不會成為空殼公司？現在還不會，因為它還有晶圓廠。那現在中國大陸的穩泰科技現在也開始蓋出晶圓廠，找到上海跟無錫的新廠。因為蓋這種晶圓廠不像台積電那麼精密，因為它是800奈米的吧，
所以只要有專利權啊，有設計圖，就很容易 copy 出來了。就因為它有封裝廠，所以它一定有設計圖啊。然後這個對他來講又不是什麼太難了，200個工程師，其中50個就夠了，可以把它完全鋪陳出來生產。那這一下子，那個控制荷蘭安氏那幾個外籍高管，這下傻眼了，他們準備吃官司了啊。好，我們所以持續看到，那所以接下來如果中國大陸早就已經持續的在布局，剛剛委員幫我們提到，除了建晶圓廠之外呢，趕快來看到是中國的前吞大挪移用了哪一些方法，被外界視為這個叫做教科書式的商業反擊哦。他們利用的是這個收購合約當中的一個關鍵條款，把這個荷蘭安氏裡面很重要的大腦、人才跟產能說全部要搬回大陸。好，怎麼搬呢？我们先來看到，除了剛剛委員幫我們提到的200名的工程師搬回大陸之外呢，還有這個剛剛講的嘛建新廠，那現在預估呢每個月可以達到5萬片的晶圓，這產能是會高於荷蘭的。重點是在這個成本上面可以有明顯的差異，中國製造還是比較便宜，而且便宜的幅度高達了18%。如果用1年來做計算，可以為中國省下10億元的人民幣。重點是客戶也買單哦。現在說這個續約率高達了98%，三星、比亞迪等等的新客戶甚至還上門哦，多了新客戶，訂單預期會比去年同期暴增35%，而且產能可以持續的擴張當中。好，請問賴老師怎麼看了文泰這招釜底抽薪是早就計劃好的嗎？荷蘭安氏的未來會長什麼樣子呢？那安氏的晶片生產會可能完全拉回中國嗎？不是早就計劃好的啊，也就是說，大陸當時文泰把安氏買下來的時候，就已經有答應就是說會創造當地的就業機會，所以他們的工程師絕大部分的，除了少部以外，那都會留任。然後中國大陸也會派他們的管理人才還有工程師到這個地方來服務，因此就業機會會增加。第二個就是稅收對荷蘭來說是一件好事情，而且讓荷蘭有更大的這個影響力，因為它影響到全世界的汽車工業嘛，所以它都有更大的影響力。這個是一個中國贏、荷蘭贏、世界各國都贏的一個局面。但是問題就在於，當荷蘭有歹念了以後那情況就變了。那情況變了，換言之，也就是說，我們剛剛講的，它的晶圓是很大的，所以這種成熟製程的技術，中國大陸並不缺。對。那這個能力是沒有問題的。那經過這麼多年從轉虧為盈的過程中，中國大陸的工程師早就掌控了這些所謂的設計的技術了嘛。好，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安氏是文泰的一個子公司，而且文泰是100%的所有的資金所擁有的，所以它的智慧知識產權並不歸荷蘭所有，它是歸文泰所有。那因此，當荷蘭想要心生歹念的時候，當時中國大陸很早就已經放出一個訊息，而這個訊息並不是陰謀，是陽謀，直接告訴你安氏，也告訴你荷蘭政府，說中國有底氣，中國有籌碼。已經把你講得很明白了，你卡不住中國，而中國會完全可以卡住你。換言之，也就是你現在所看到的，也就是生產線拉回中國來，封裝封測本來就在中國嘛，對，所以封裝封測在中國，所以中國也可以用封裝封測來卡你，而且人才可以卡你，中國自己也可以把它整個生產線轉移到中國來，那這樣的話對大陸更有利，可是對你荷蘭不利啊，因為你的就業人口變成從在荷蘭移到中國來，那它的稅，它本身的帶動的地區的繁榮，那就不再是你荷蘭了，是反而是在中國了。而且如果它的營業額都移到中國來的時候，稅收就是中國政府收了，而不是你荷蘭政府。荷蘭聽不進去嘛，他認為沒有問題的。可是當時中國就在荷蘭動手的時候，就出了一招，這一招就是要求安氏的所有的員工不准聽荷蘭政府的，要聽中國的，因為中國是100%的這個完全有的資本，所以等於是在荷蘭工作的所有中國籍的員工不需服從荷蘭的命令。那這講得很明白了。那如果荷蘭籍的安氏員工願意到中國來工作，中國也歡迎嘛。那我們也看到了，事實上在簽證前一段的時候，對這種專技人才的簽證基本上是放寬的。那當然，
當你本身僵持不下的時候，把工程師全部都抽調回來，這個本來就有這個權利，那也有這個條款，那整個工程師就回來。我相信也可能有一些荷蘭籍的工程師，也說不定，這個只是我們沒有看到內部的消息，也說不定跟着到中國大陸這邊來工作。那請問你，那你荷蘭就空了嘛？所以並不是早就計劃好，是事實上，也就是我們都希望創造雙贏多贏的局面。可是你荷蘭執迷不悟的時候，那就對不起了，那就全吃了。一旦全吃了，坦白說也沒有違反合約嘛，因為是你自己搞出來的。好，這一场安世之亂哦，在這個荷蘭的作亂下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就決定把所有的重要的資源是全部搬回中國大陸。那对荷蘭來說，在經濟上其實沒有任何好處的。但是如果以外交的角度來看，對荷蘭是否也沒有任何的好處呢？因為現在看起來，美國似乎也沒有把荷蘭給放在眼裡哦，而且還被視為是淪為美中大國交易的一個炮灰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因為我們來看到是美國議員當時在質問白宮的時候說，你們在跟中國大陸談判的時候有告訴歐盟嗎？結果歐盟的高官反應是說，他們完全不知情。那代表說這個荷蘭其實也被蒙在鼓裡。那現在不僅還要面對大陸的強硬的施壓，還有德國跟歐盟內部也對他不滿，還有美國的背棄，荷蘭首相到底還剩下什麼底氣跟籌碼？張老師怎麼看？其實就荷蘭整體的經濟而言，大概是20%是製造業，80%是服務業。荷蘭呢是靠着跟世界接軌而貿易興盛起來。你問他說荷蘭現在手中還有什麼牌？荷蘭確實還有一些大廠啊，這個 Royal Shell 皇家殼牌的石油業，飛利浦這是電器的製造業，福克這個飛機這個製造業已經式微了。聯合利華 Unilever 這個是專門做農產品加工的，比較這個有名的安佳乳品啊、華素奶粉啊，这個還有海尼根啤酒，還有這個叫做這個全部啊德國最暢銷的牌子的德國酸菜，是荷蘭做的，所以呢荷蘭有他自己的就是說經濟的優勢，那但是呢他一直強調我所在的位置，我必須跟世界接軌。他今天做這個事情啊，其實是完全反過來跟世界接軌。荷蘭人是極度的聰明，而且呢，在那麼小的一個國家之下，他能夠在海權的這樣興旺的之下，然後你想想看，在我們台南都可以建立一個殖民地，他有他的本事，而且還可以在1米那麼一個地方。但是他真正的問題就是一個觀念的改變。被了美國人這樣子去慫恿，然後變成一個打手，最後就弄出來。所以這個在荷蘭內部有他的報紙講說這個愚笨呢，就跟當初荷蘭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鬱金香風暴嘛，對不對？大家盲目去投資鬱金香，很愚昧的那麼一個事兒。他說這個大概愚蠢的程度跟那個差不多。好，謝謝張晉老師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內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、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，掌